近日，美国和台湾又在经贸和半导体供应链上勾连，声称将通过一个新的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架构。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再度发表针对中国的挑衅性言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对此难辞其咎。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会因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而改变。美国正在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打台湾牌。周二，在针对美俄领导人视频会晤的新闻发布会上，却有记者提到台海问题。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安全助理沙利文也借机再度发表针对中国的挑衅性言论。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take every action that we can take.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oth deterrence and diplomacy, to make sure that the Taiwan scenario you just described never happens. 很快，沙利文这一表态被岛内媒体注意到，并被当成所谓重点新闻加以炒作。事实上，美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美防长奥斯汀近期都有类似表态，沙利文这番挑衅性论调并无任何新意。周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沙利文的表态再次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针对第三方的说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一段时间来涉台消极错误言行不断，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对此难辞其咎。汪文斌表示，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但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当然要做出坚决回应，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任何人都不应对此抱有幻想，这里边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美方不应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汪文斌强调，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会因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而改变。而美台在经贸上的勾连力度也在加大。周二，美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台湾地区经济官员王美花通话。通话中，雷蒙多称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多次敦促台湾地区这个重要的半导体产地采取更多措施，帮助解决全球半导体短缺问题。王美花表示，正竭尽所能解决问题。此外，双方将通过一个新的科技贸易及投资合作架构。针对供应链合作范围，王美花在会后宣称，半导体、5G、电动车及其零组件等领域都是有潜力的领域。你从他已经宣布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对台湾非常有利，实际上点出来的行业都是美国气需建立它新的科技竞争的优势，而必须要拉拢台湾的。很明显的，这一系列的作为呢，在时间点上是一个高度政治的操作。因为我们马上在12月18号就要做4大公投，其中有一个是反莱猪公投，所以你在打一个大的美国恐吓牌，去影响台湾的老百姓。好，相关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前台军高层在电视节目中叫嚣，如果大陆对太平岛动武，台军可夺取大陆控制的永兴岛，来一个恐怖平衡。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最近台湾岛内比较热闹，但是将两岸之间可能的冲突设定在南海，我觉得这位前陆军司令的确是比较有想象力。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台独分裂势力突破红线，大陆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为什么要到南海去占领一个那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太平岛呢？至于说恐怖平衡，更是无稽之谈。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早已逆转，以武谋独是毫无依据的想象。岛内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抱有这样的想象。当然，台军方不断鼓吹所谓的恐怖平衡，不过是为台湾购买武器提供借口，扮演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取款机。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岛内一些人渲染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气氛，炒作大陆军事威胁。尤其是被大陆列为顽固台独分子的吴钊燮，鼓吹台海紧张的局势，鼓噪所谓随时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吴钊燮在炒作大陆威胁的同时，不忘推销台湾的价值。台湾位居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如果大陆最终武力攻台，将对全球战略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不忘讨好美日，说什么美日对这些有清晰的认知，这反映了什么心态呢？就是自我推销的棋子而已。一是制造两岸紧张气氛，制造大陆攻台的紧迫感；二是拔高台湾的价值，与外势力进行捆绑。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有分析，台湾能腾挪的空间很小。在中美之间的大两岸关系的框架之下，战略平衡也是发生在中美之间。上个月中美元首通话，美国确认了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岛内一些人似乎是没有耐心了，急吼吼的要等着被武统，公然成为和平统一的敌人。我想对于这些人的言行，根据相关的法律，还是要进行惩罚和反制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台湾经济高官举行视频通话，宣布要建立美台科技贸易与投资协调机制。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美国之所以要与台湾建立这么一个协调机制，核心的目标就是确保半导体，尤其是芯片的供应链。雷蒙多不断地强调要保持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加上之前美国要求台积电拿出客户资料，稍有常识就能够知道，美国看中台湾的主要是台积电，而不是什么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非常有意思的是，英特尔的 CEO 在最近的演讲中说，台湾是一个不稳定的地方，美国应该扶植美国当地的半导体产业。岛内一帮人在鼓噪两岸生战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被英特尔给抓住了。既然台湾随时面临着战争的风险，那么美国就不应该支持和拉拢台积电。台积电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产值也在追赶英特尔，这是台湾最大的价值所在。岛内一些人台独上脑，鼓噪战争，殊不知自挖墙角。要知道，在过去半个世纪来，东亚地区进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地缘经济合作是潮流。在这个潮流中，台湾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大中华经济圈的重要一环。全球产业空间的变革带来了新一轮的地缘经济的革命。台湾具有半导体产业的优势，但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合作网络中，台湾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源。而东亚的发展前景和势头也是美国所谓重返的根源。试想一下，台湾没有什么产业，仅仅是所谓的战略位置，在洲际导弹和航空母舰的时代，能有什么价值呢？美国和日本以地缘政治或者战争的迷雾来忽悠台湾，但是他们看重的却是台湾的产业和台湾的经济命脉。好，谢谢孙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